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这一集我们从江布拉克草原去往可可托海，游览世界最大矿坑可可托海3号矿坑，前往额尔齐斯河大峡谷，看中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今天我们就到了可可托海3号矿坑。其实对于景区的介绍，我本来是不想讲太多的，但这里历史的分量实在是太过厚重，重到有700多位年轻的生命永远长眠于此，所以还请大家耐心地听我讲完。在60多年以前，可可托海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神秘的代号111。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当时，这里是我国高度机密的地区，进出都需要办理边防证才能通行。掩藏于这种保密措施之下的，则是把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原本没有的7种稀有元素填补上去的世界最大矿坑——可可托海3号矿坑。这座国内独有、世界罕见的矿坑，靠着马拉爬耕、毛驴背驮、人背肩扛的方式，将矿石一代又一代地运了出去。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帮着我国还清了苏联外债52亿元中的47%。同时，这里出产的稀有元素矿石也为我国2弹1星的成功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阿依果兹矿洞，还没进去，一股寒气便席卷了全身。这里面是得有多冷啊！我们去的时候，外面的天气还很暖和，但据资料记载，这里是阿勒泰地区最冷的地方，极端的低温是零下51.5摄氏度，真的是还没进洞就先给了个下马威啊！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这里刚放完头茬炮，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梁，货煤工紧张地抱着100多斤的钢梁铁柱，抱着荆梨和糖彩棍儿，几乎争命般的操作。顶梁上破碎的干石哗哗往下掉，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擦擦的声响从4面8方传来。天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在此之前，汤圆对于矿区的了解只限于《平凡的世界》中少平所在的大牙湾矿区。书里的这段描写是路遥和矿工们一起下过井后写出的，但对于我来说，很多东西都脑补不能。比如要命的煤溜子是什么？挖煤的时候，一帮大汉挤在掌子面上争分夺秒，搏命般的操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身处阿依果兹矿洞的这条游览通道中，每走10几米都能看到2旁贯通的通道，它们有的是用来探矿，有的用来溜矿，有的则是安全逃生通道。这里能看到一些通道已经塌方，而墙上也会有指示牌提示你走进矿洞的距离，以及最近的安全通道有多远这种信息。著名古典恐怖故事作家洛夫克拉夫特在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里写道，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最古老而强烈的恐惧则源自未知。身为一名游客，看到那些我们仍未知道用途的无尽深渊时，难免会心生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面有些什么。而这种寂静的环境中，除了导游讲解机通过耳机发出的声音外，仿佛一切声音都会被这无尽的交叉的洞窟给吸走。行了，还是别自己吓自己了吧，怪瘆人的。当然，作为全球地质界公认的天然地质博物馆，矿洞里自然也少不了各种矿石的展示。但由于是拿手机拍摄的，而且这里面很多地方的打光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所以大家就凑合看看吧。我也不太懂这里面有哪些是比较稀有的，
有这方面知识的大佬可以多多在评论区讨论哈。最后再来跟大家聊聊门票的事儿。我们出发前就办理好了新疆旅游一卡通，里面是包含可可托海矿坑景区的，所以门票就没有，但是有区间车的车费，1人40。这里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在卖票的地方问了一下自驾车能不能开进去，卖票的员工对我们非常强硬的说了好几句，不行，不可以，不能进。但进去之后又问了一下景区区间车的司机，人家说自驾车买票就能进入的，一辆车收100，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了起来。其实价钱没差几十块，但是在同一个景区里，不一样的工作人员说出来的话怎么都不一样呢？时至今日，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开车进入，但如果以后有想去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在这方面多留意一下哦。时间来到了9月20号的额尔齐斯河大峡谷景区。相对于我们昨天游览的由人类劳动造就的矿坑，这里则是大自然的杰作。进景区之前，照例要先去售票大厅买票。我们因为这次来新疆，想要逛的景点很多，所以就买了新疆旅游一卡通。这个大通票包括了新疆的55个景点、3个歌舞表演以及几个温泉和庄园，价格是258元每张。对于想逛很多景点的朋友来说，还是很值的。在我们检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好心地告诉我们，因为我奶奶已经超过了70岁，新疆里面大部分的景点都可以免票，这张卡就办得多余了，但也不能退票了，就很伤心。本来是想省点钱，但这多余的一张票就又给还回去了，呵呵。进入景区，坐上摆渡车，第一站是白桦林。一进来就远远的看见似乎有人在那边跳舞，走近一看，可不是吗？还吸引了游人一起共舞呢。沿着河岸边上的木栈道走过去，路旁随处可见断裂的树木，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啊。这条河便是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又称多罗斯川，突厥语意为湍急的河流。可以看到这条小溪在这个地方分流成了2条，一条流进了奔腾的大河里，而另一条呢，则接着平静的在缓缓流淌。逛完作为开胃菜的白桦林，就接着乘坐摆渡车往景区深处的6大景点出发。有一说一，这条路修的是真的挺险的，很多地方都会让你感觉是在贴着悬崖边飞驰。好在司机师傅们的功夫都十分了得，基本上你打个盹的功夫，一闭眼一睁眼，就把你稳稳地送到了神中山的山脚下。在神州大地上，我们耳熟能详的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大江东去浪淘尽，唯有额尔齐斯河却是一路西行，奔向遥远的北冰洋。这就是它独有的倔强带给我们的魅力吧。它是中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流，待会儿一路上我们都会与这条河作伴。可以说没有额尔齐斯河，就没有河岸两旁的绿色。它孕育了世界4大杨树派系，有着杨树基因库的美称。据地质学家研究，额尔齐斯河的形成已经有超过300万年的历史了。这座桥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是一座许愿桥。从满是飘扬的丝带和挂牌就能知道，它承载了多少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每每看到这些，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期盼，不正是我们热爱旅游的原因吗？
1931年8月11日，在新疆的可可托海往南到卡拉仙格尔一线，发生了8级大地震，造成了长达176公里的地表地震断裂带。这次大地震几乎影响了全球，有强烈震感的范围直径就达2500公里。在卡拉仙格尔震中区，地震形成的长约9公里、宽4公里的塌陷中心，岩层被拉开宽6米、深10余米的深槽。山体断裂塌陷区高60米以上的崩滑破裂面至今保存完好，而位于震中边缘的可可托海地区同样留下了惊心动魄之后的遗迹。地震断层穿山越岭，过沟跨壑，断层带上盆地下陷，湖面扩大，水体加深，山体崩滑，滚石跌落，不仅直接形成了如可可苏海、伊雷木湖、可可托海等几大湿地湖泊，同时也催化孕育出今日额尔齐斯大峡谷那雄奇瑰丽的绝世地貌与风物。形成额尔齐斯大峡谷奇特山势地貌的是距今约2.08亿至0.65亿年之间的燕山期的巨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看了一下地图啊，尽管走的已经是双腿发麻，但是地图显示从这里走到最里面的那个瀑布还有6公里，而我们刚刚走了1公里。反正听刚刚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些游客说，这里面的风光其实大同小异，就像我们刚刚坐车来的那段路，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是很像的。毕竟它就是在一个峡谷里嘛，这个峡谷也没有说有什么特别大的地势以及地貌的变化，基本就是沿河岸修的这个观景的小道。说了这么多，那我们就埋头走吧，等走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再开机拍一下。结果呢，也正如大家所见，我们并没有走到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在之后可能就走了不到10分钟，就开始打道回府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但好在回来的路上也算是有所收获吧。司机师傅非常热心的在夫妻树前给我们停了下车，让大家下车去拍拍照什么的。但由于来的还不是时候，叶子还并没有黄，所以如果不是熟悉这里的人给你指点，你可能根本就发现不了吧。但如果到了时间，夫妻树那一颗翠绿一颗金黄的景象也是绝美的。来下车了。谢谢。您一天带好啊，不要拉车。您一天来回这么要跑，大概多少趟？10趟。来回10趟。真辛苦，这路我看着都觉得那个什么太险。谢谢您啊。把东西带好啊。至此，我们的可可托海行程就结束了。前面几期的视频和大家一起欣赏了江布拉克的美景，但千里相逢终须一别，我们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风景如画的江布拉克，继续我们的行程。由于上午在江布拉克游玩的时间比较长，导致我们下午2点半才住景区，所以今天也就是9月18号，我们就选择住在距离江布拉克225公里的昌吉州，只需要大概3个小时不到就能到达。其实一路上也没什么可说的，依旧是大家在以前我们的视频里见到过的景象。
中途在吉木萨尔服务区吃了顿方便面，休息一下再赶路。到了昌吉，找到地方住下就出去吃饭，还拍到了最后的一抹夕阳。Day 2，我们并没有在昌吉过多的停留，第二天一早就接着出发，前往可可托海，行程大约330公里，要4个小时左右。路上经过了一片工业园区，大概就是五彩湾吧。这里的石油地质储量有5000万吨，相当的可观。在车上我们还聊起关于酒店押金的事儿。现在住店基本都要收几百块的押金，而且现金居多。这个时候得提醒大家别忘了要押金条，不仅仅是离店时候退还押金的凭证，更是在你如果当时忘记要的话，后期联系店家退还的依据。有了这个押金条就能避免很多的麻烦事儿。进入 G216 之前能看到一个牌子，大体的意思是如果道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事故发生了拥堵，可以联系阿勒泰公路管理局富运分局，下方还有电话。这个态度还是很好的，值得点赞。G216 限速基本在80左右，而且会有区间测速的探头。不过这条路和我们几天前走过的 S238虽说在景观上给人的感觉可能有几分相似，但在车流量上真的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呀。S238上全是大货，极其考验咱们的车技。但这条路和京新高速类似，你可能开上10分钟都看不见一辆车。但正所谓不见则已，一见惊人。这老半天好不容易看见一辆车，居然在路下面走，不知道是在玩越野还是旁边有工地，但也算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吧。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关于路上看到骆驼的视频，当时以为是野骆驼，但评论区很多朋友都说是圈养的。今天我们算是明白为什么了，因为我们见到了真正的野马。这路旁都立了个牌子，写着野马野放区，总该是真的野马了吧。上次见到的骆驼毛色十分光亮整洁，但这次见到的马儿毛发就比较疏松并且奔放了，而且它们一看到有人接近就会颠颠地跑开，自我保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当然这种站在路中间的除外啦。好像我们每集路驾片都会讲驾驶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仅在路上会遇见这种工地下道口的遗撒，更是可能遇到这种把车横在道路中间拍照的游客。无语就俩字儿好吧，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还请大家引以为戒。因为如果这里我方和对方车道不是2辆小轿车，而是2辆重型半挂货车的话，那能不能刹住车以及能不能错过去车就是未知数了。出来旅游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为人为惜。我们去的时候恰库尔图收费站貌似还没开始投入使用，再往前走就到了一个和之前景色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可谓是沙漠中的绿洲啊。这里左转是富运线，直行的话离可可托海就只有47公里了。走出绿洲，景色又回归了荒芜，土黄色的突突石山与蓝到发白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夹在石山中间还流淌着一条小河，为这荒凉的山脉偶尔还能增添一抹绿色。
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出发，前往新疆最热门的景区之一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